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可以问我题目，但是你不能用文字。你帮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我会晚一点回家。我在流汗呢，因为我不会讲英文。可是我去了那里，我就想说，不行啊，我每天都是就是不能讲话了，所以我每天都比手画脚，然后就自己跟自己约定说，我要自己买早餐。喜欢吃肉桂葡萄，我就一直背cinnamon raisin bagel，cinnamon raisin bagel， 走到那个早餐车前面，好，就深呼吸有气。然后我那天就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说，徐芳，你是笨蛋吗？你是笨蛋吗？你买个早餐都不行。身为一个外人，我觉得你对自己好严苛哦。就是没有买到bagel，也不用这样子在骂自己。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旁边坐了一个让我现在肩颈很僵硬的许芳宜许老师，还有上次把我盯得很惨的谢盈萱。嗨，大家好，我是谢盈萱。嗨，大家好，我是许芳宜。那时候不是说要找我去看你的电影吗？看你这样不行。很好看的一个电影，但就是需要一些解释，因为这个是关于徐老师的故事。然后现代舞，其实我们一般的，就是像我这种比较肤浅的人，其实很难去接触到现代舞。你电影啊，有字幕的，我都不太看得懂人家想要表达的意思了，更何况就是用一些身体。你要用身体来表达情绪啊，来沟通。你觉得最入门要知道的是什么事？好，现在如果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可以问我题目，但是你不能用文字。你帮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我会晚一点回家。我在流汗呢，第一次访到流汗。没有，其实我蛮怕吓到你的观众的。但是当你少了文字的时候，好，就简单说嘛。你生气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会说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愤怒的时候，你的声音和你的身体就是会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一种身体的张力。那我不知道，我不敢说我懂这样子的表演，因为我觉得是。可能那是最天然的反应，但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很多人都被制约了嘛，就说都不要给人家看到你的情绪，什么样才叫有礼貌？对，什么样才叫乖？什么样才叫对？不要造成人家的负担啊。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大家在说他不懂身体、不认识身体，或是看不懂表演。事实上，我说实话，我觉得都谦虚了。我小时候其实是因为很不喜欢台下的许芳宜，所以我很喜欢站在台上。然后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觉得很自在。我觉得那整个舞台全部就是舞台灯都在我身上，我根本看不到台下，我就觉得黑黑的。然后哇，我可以变蝴蝶，然后我可以变蚌壳，然后我可以当巾帼英雄。其实我的重点是想要逃避，但是结果我选了这个职业，选了这个职业之后，这就是我最大的功课。你要身为一个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就必须诚实面对自己。对，要很真实的看见，就是那种脱光光的。以前我就是太没自信，你怎么夸奖我，我都觉得你在笑我。相对的，就在那时候的我，很可能我的走路很可能就很想赶快这样闪过去，也不敢对着人，我不敢说我要什么，因为你觉得我能要什么啊？然后你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值得什么注意的那种感觉。可是刚好的有了舞蹈这件事情，让我有机会跳到台上，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根本就没有人嘛。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那这也是另外一种逃避，骗自己。其实说实话也太容易了，但是到后来就发现这件事情将来绝对会是你人生最大的功课。如果站上舞台那么自信、那么勇敢的话，也许他是后天养成或是训练出来的。但是我通常觉得很好的表演者，他基本上当他站上去的时候，事实上他在台下或在台上的幕要打开的那一刻，他的心跳是比谁都强悍都快的。他要有一定的焦虑感，和一定的担忧，和一定的紧张度。
就是那像一个能量的压，然后就会嘣，然后呢嘣的时候还要在台上能够那种游刃有余的感觉，所以那个张力是在幕还没开之前一直酝酿，这样一直才变出来的。我可以解读老师所谓的，就是说喜欢站在舞台上，是因为那个逃避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其实站在舞台上，你其实是在扮演舞剧里面的一个人，然后跟观众其实之间有一个距离感，所以其实你不是真实的在面对他，你只是透过跳舞，然后让别人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可是有一天，就是到舞艺术类的东西，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归，就是探讨自己这个人。所以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后来慢慢的你也开始要去重新检视，以前自我逃避的部分？很多啊，超级多啦，特别像出国的时候，出国到纽约的时候，你知道。好奇妙哦！你走到纽约的路上，你觉得哇，怎么每个人都长得那么帅、那么漂亮？你根本就不管他高矮胖瘦，你就是觉得你没有的，别人的都是最好的。一直到你开始接触了那个环境之后，就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有自信？那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人来称赞我们，我们就一直说哦，没有，其实没有，一直说没有，你很好，你真的很棒，没有，最后对方就生气了，就说你不可以就说谢谢吗？那个我也是哈，然后但是为什么我有那么不好吗？我为什么要一直去否定和否认存在我身上的美好？那是因为教育养成吗？还是因为文化？那其实它让你思考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点点，不是说只有在台上才去面对，而是在生活里面一点一点的，我才会渐渐看 ，OK， 我是个亚洲人的身材，我真的舞短吗？然后，如果以我现有舞短的身材，我如何在台上延伸和延展到让你不觉得，你只会觉得有个流线，然后你只会觉得哇，没有办法不看它，你根本就忘记所谓比例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跟就是九头身美女去做比较呢？那我们的出身就是不同，这是我爸妈给我最美好的礼物，我就只能尽量发挥到淋漓尽致，就只能这样。那你又为什么不选择好好欣赏他，而是不断的批评指教他？这样的心态，对于上台其实会有很不一样的对自我的认同感。我以前也必须要站在台上，背书，然后还有演讲，我就在揣摩，就是因为台下都是人。可是我发现我上台之前会很紧张，可是一开始就是要开始比赛或是作答的时候，我就是会专心呈现那个作答比赛模式，我就会忘记下面有人，就变成是你已经切换到专心进去，你要可能比赛模式啊、表演模式。但是有些人不行，是因为比如说你这一切换的时候，完全极度的专注，对不对？对，就是幕一打开就，但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是他一打开，他还在很担心，旁边的那个人有没有跑得比我快，只要稍微有一个点，就不断的在思考跟自己没有任何相关的事情。那你觉得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把优先顺序排出来吗？因为你此时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去想其他的就是在干扰自己。忽然间你又真的很饿，可是你说手机又响了，然后你觉得然后3分钟你又忘了。说实话，这个饿根本其实也没那么饿。没有人天生上台就真的什么错误都不会犯。我觉得其实犯错就是很好的一个学习。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后不是老师来说你能不能上台，而是最后你会选择你要不要上台。因为那个就是在于你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到最后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也不是说竞赛，但是你走到后面是你有没有那个要说野心嘛，或企图心。我觉得那也是他，就是其实他人生一直有一些他自己要重新统整自己，然后再往前跨的部分。比方说，因为我们的电影里面也有讲到他在纽约嘛，可是其实他刚开始过去的时候，他有一个对自己最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不会讲英文，可是我去了那里，我会想说，不行啊，我每天都是就是不能讲话了，所以我每天都比手画脚。我要上课，然后忽然间，奇怪，学很快耶，看很快，听很快，然后身体表达也变得很快，可是我就是不能说话，所以不能说，我就没有办法问，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试着开口。那我每天早上就会去早餐店买bagel，
那因为我觉得那个人是全纽约最温暖的一个人，因为只要他把bagel和咖啡装好了之后，他给我的之后，我就会说 Thank you， 然后他就会说 Have a nice day， 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很开心是有人可以说话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跟自己约定说我要自己买早餐，喜欢吃肉桂葡萄，我就一直背。cinnamon raisin bagel cinnamon raisin bagel， 所以我就回家一直背 cinnamon raisin， 然后背到睡着，然后 cinnamon raisin bagel， 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呢就走到那个早餐车前面，然后就深呼吸有气，我就又把手指出去点了那个 bagel， 然后老板也把 bagel 包了，然后咖啡也给我了，然后我那天就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说，徐芳你是笨蛋吗？你是笨蛋吗？你买个早餐都不行，然后你都已经背了那么多次，你是智商有问题吗？我就不断的责备自己，然后到了隔天早上又起来，然后我就到早餐店一样深呼吸一口气，cinnamon raisin bagels cream cheese and coffee please， 然后只是讲完那时候觉得就是一口气含在这边，然后脑子就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在跑什么，然后那种胸口就这种说不上来的一种激动，还有莫名对自己的感动。然后那个激动说 yes， 我真的说出来，就是我说出来了，我不是笨蛋，我不是笨蛋，就是每次想，然后也都还会很有感觉。我想说，天哪，许芳你就是这种人，就是傻傻的，然后就只是说我想要去做到，然后用各种笨的方式，你还是想做到，太固执了。身为一个外人，我觉得你对自己好严苛哦。就是没有买到bagel，也不用这样子在骂自己。也是，对。就是说，比如说，这是我跟自己约定的一件事情，我就约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我就很想完成，就是这样。创作者到后面一定会有，就是你怎么会做不到那件事情？你怎么会没想出那个可以怎么做？你有没有可能在有了10个可能性之后，我还没有办法想出第11个？我第一次看那个方怡老师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台下大哭，喘不过气来，对的那种状态。因为你会看到。他就是那一种，他不会1次2次就放过自己。就像李安导演有曾经讲过，他剧本可以改到100次。就是你看到有人是在舞台上这样燃烧自己的，你知道他一定经历过，就是踩过很多很困难的步伐，才走到今天那一步。他在所有的细节掌握那个掌控当中，但是他其实他不是只有 hold 着，他该给的东西的时候还要给。其实随着你的年龄改变，我也知道说我现在的体能绝对没有我20岁、30岁的时候好，但是你现在的经验值绝对比你20、30岁的时候强很多，所以身体可以很聪明的被运用。年轻的时候其实都在磨功底啦，就是比如说你说写文章要写多少篇，或是画图要画多少条直线之后，可是现在20、30年之后，你一条直线就轻轻画就有了，那就是你已经有功了，所以你不用再画1000条、100条了。你现在只要画2次，你就说我已经到位了就好了。我真的很想学着试着调整我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和所谓的生活态度，其实跟我工作的人都会紧绷，也会紧张。可是有人就是需要很大的事来学习，人对身体的自觉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在尹轩和朱生在做就是身体的对话啦，或是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是非常贴近生活的，就是那个张力非常非常大，然后它也传达了故事性。然后它也传达了所谓的情绪这件事情，这个部分我还是会说，也许另外一个，你真的进去戏院看了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这些人的就是这个影片或者这些身体带给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然后也不要太担心什么看得懂看不懂，也不要担心自己想的对还不对，其实你想的都对。你觉得它很难看，它就很难看；你觉得它很好看，它就很好看。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其实就从这么最基本的表达开始，其实表示你的身体有感觉。为什么一定要强迫大家一定要喜欢你？不可能，就是大家有各自喜欢的片，然后大家吃东西有各自的喜好，但是你必须要先感受过。你今天看了一个影片之后，你能不能试着去表达出你的情绪？然后也许说不出来，3天之后才会觉得我怎么还记得一个画面啊？然后或是说
一直有觉得有个东西一直拉着，好像你看到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好像有想到自己的一个关系。爸爸妈妈叫我不需要去，然后我又硬要去；他叫我不要去，我又硬要去。而且我也不会拼得这么努力，其实我就是想证明嘛，身体不会说谎，它完完全全就是会很诚实的表达出来。尹轩是演妈妈嘛？对，你是怎么去肢体动作表现母女之间的沟通的？其实光是上他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是影片里面看得到那么简单的动作，其实我就已经非常喘了。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你就开始审视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然后以前在剧场明明是可以做到什么动作，但现在完全不行。后来也看过老师的书，也是我行我行。然后真的跟妈妈碰面的时候，就想说，就是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妈妈是一个很霸气，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都是非常有概念的一个妈妈那样。然后我就完全就走错方向那样。可是问题是，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要去揣摩妈妈而去演。你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只要做到她当时不愿意，因为担心不愿意让她离开这个念头、信念就可以。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好，真的没有，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你可以说谢谢吗？好，谢谢，谢谢。是他是真的，就是跟他工作的时候，会看到他许芳宜的另外一面。比方说，我们大家在那边拍的时候，他其实会带着我们的那个小孩演员在旁边。我们拍4个小时，他就陪那个小孩演员在旁边动4个小时，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标杆。就是我接下来心里想说，我希望到了他的年纪之后，我也可以办得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厉害的事情是后来他们去爬那个，你说爬雪山，我们的导演姚宏毅导演也是个很敢冲的人，真的很了不起。我必须说，各位观众，这个片子就不是一般叙事方式的电影。但是它是一个富有诗意，而且真的很美。你在台湾从来没看过的一部影片，然后请不要小看自己的感觉。有一些画面是真的蛮漂亮的，就是真的有点像是在拍就是时尚杂志的那种画面。那我就要认真说了，其实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在里面还有告别式有什么，但是我并不是要来告别的。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来破局的，因为我19岁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约定我要成为一个职业舞者，所以我就一直往那里走，一直往那里走。30年来，我大概我的生活就是机场、剧场还有饭店，对，就是这样。可是30年后，我忽然有一天站在剧院的舞台上，我心里想着，然后呢？然后我还要做什么？然后就在那时候，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姚宏毅导演出现，我找了这颗头脑来帮我破一个局。结果碰到他之后，他给我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告诉我，我问你的每一个问题，你都必须用身体回答，然后必须用一个作品来回答。我一开始说好，可是我没想到我一好了之后，我就觉得好难哦，真的很难。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局我的确，我真心觉得，若不是他开出了这个条件，然后若不是他给了这么多难关的话，其实我的脑袋我一直为什么要破？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思维太惯性了，长久以来我连思考我可能都不用想，我的脑袋就有一个方盒子了。然后你在创作，然后你的身体语汇。因为从来不会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天生的，然后那你做一个作品，我还真的去做了。我觉得人总是会有一个时候，就像刚刚芳宜老师说的，你一定会有一个事件，到你觉得我想要改变，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在改变。就是好像以前都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在成长，或谁没有在成长，你就会觉得那你人生来这里干嘛？可是其实。你会这样逼自己的朋友？我就是这么关你什么事？对，因为我也会这样子看自己。现在还有朋友哈？有，所以现在剩下来都是真朋友。到哪一个时刻，所谓的成长是什么，不是我来定义的，所以就以现在舒服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活下去，然后开心。所以我自己要演的戏，我也重新在思考说，我其实。以前觉得要到什么样的目标才叫做表演100分，可是其实好像一般开心的戏其实也很好，可以成为这样的演员很好。就是可以耍废的时候，就是要耍得心甘情愿，然后而且耍得很放心。最怕你要耍废的时候，心里又担着我这个没有做，那个没有做，想要去那里又想要去那里。我说的刚刚那个，我要破我的局，就是我要把自己
放进来一个我不是很确定的地方，所以我必须要烧脑，然后必须要就是自己跟自己相撞的地方。那今天这部电影说的故事的方式，姚宏毅说故事的方式是，我觉得他也是就是完全脱离一个舒适圈，我也脱离了舒适圈，但是我们只是为了想要更好和找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学习到的就是知道怎么样放松一点，然后破局。老师到现在到这个高度了，还会再想破局，也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因为可能有人就觉得，好，我这辈子就走到这里之后，我就会想要。可能不是这么追求事业上的事情成就的改变，就会变成好，那我要去哪里玩？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许芳颖老师还有谢盈萱跟我们讲这些使用身体的小技巧。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进电影院看一看。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带你们分享。如果还不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